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河夏叔，好久不见。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这个嘴怎么了？仔细看啊，粉底都盖不住，现在还淤青肿着呢，已经3天的时间了。实不相瞒，是一个韩国男模把我给咬了，在包厢里玩游戏，我输了，他逮着我就是一顿死啃不放啊，恨不得把我吃肚子里。我当时特别的生气，甚至我站起来照着镜子之后都想打电话报警了。但是这个男模跟我认识也不是1天2天了，都是老熟人儿。跟我一通的道歉呢，我想说算了，出来玩咱也得玩得起。好，聊完风月之事，言归正传，聊聊本期的主题。这个主题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甚至它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往年的节目里面，我都有涉猎过这个主题。为什么2025年我要重新来讨论这个问题，而且要系统性的讨论，抽丝剥茧的一点点给大家梳理？因为2025年众所周知，世界格局发生了非常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使得这个世界到底是东升西降了，还是西升东降了，还是世界皆为一盘散沙？三言两语我们说不清楚。但是落实到每一个平凡的个体生命，做出出国这样人生重大的选择之前，我们必须把它想得非常的严谨，想得非常的透彻，要把最坏的事情摆在眼前，想一想自己能否面对。展开这个主题之前，我想跟大家回溯一下历史的洪流，也就是在改革开放这40多年时间里面，中国大陆居民到底有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我认为一共有5次。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也就是1978年到1989年这个时间段。众所周知，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一个非常辉煌的历史时代拉开了它的序幕。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里面提出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对外开放。那么对外开放里面就包括了3个出国的方式，一种叫做公派留学，一种叫做自费留学，一种叫做探亲移民。公派留学主要是指当时国家一些重点科研机构和一些重点的工业大厂的高级知识分子，国家愿意公费派遣他们到西方的发达国家去学习先进的技术。那么这些人到了国外之后，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和先进的技术和人文制度，就把这些讯息传导回了国内，引发了自费留学的风潮。中国的第一批自费留学是从1980年诞生的，自费留学成功的第一人是北京语言学院的王光谦。那么第一批出国的人，他们主要去的是哪几个国家呢？第一是美国，因为邓小平说了，改革开放首先就要敞开中国的大门，搞外交，跟谁搞外交啊？就是跟美国搞外交。排名第2的国家就是日本，70年代中日恢复了关系的邦交正常化，迎来了2国前所未有的一段蜜月期。那段时间不但没有人在提反日这个口号，反而大量的日本电视剧被引入中国，掀起了收视的狂澜。那个年代人们嘴里的东洋指的就是日本。甚至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地区，比如江浙沪啊、青岛、大连呢，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赴日狂潮。而且那个时候的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2大经济体，正是 GDP 蒸蒸日上的黄金岁月。排名第3的是欧洲，而且欧洲还是以东欧为主，主要是前苏联和德国。为什么这2个国家去的人当时也比较多呢？因为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工业发展的时期，而这2个国家是重工业发展的基石大国。所以中国的很多地方工厂的工程师要大批量的派遣人才跑到这些重工业的国家去学习重工业的先进技术。第3类移民就是我们所说的探亲移民。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的老家东北呢，体现的是尤为的严重。我们众所周知啊，中国东北呢，它曾经被日本统治过13年，又曾经被俄罗斯的红军霸占了很多年，所以就留下了非常多所谓的遗孤、混血儿、二毛。什么叫做二毛呢？我们中国人传统管俄罗斯人叫做毛子。二毛就是当年那些俄国人在中国东北和当地人繁衍出来的混血儿。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小学的时候，我们班级里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他是我们班级的文艺委员。之所以能够当上文艺委员，就是因为他是个混血儿，他长得非常的好看。他的妈妈是前苏联人，他的爸爸是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他的妈妈就有了一定的渠道，可以和自己的娘家，也就是前苏联取得了一定的联系，他们就有了探亲的资格。自打去了一趟前苏联之后，再回到中国以后，这孩子完全的变了。每天那是扬着脖子走路啊，就跟他们跳芭蕾舞似的。有一天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他都看不下去了，在开班会的时候就重点批评了这个文艺委员，就指着他鼻子跟他说，你是不是有一个外国亲戚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呀？这学习成绩也在下降，也不好好认真的温习功课。
每到课间放课的时候，你就开始给所有的同学们讲述你去苏联的所见所闻，你这个心情也太浮躁了，你到底是想念还是不想念了？果不其然，过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他的妈妈就把他带回了前苏联去上学，他就离开了我们这个班级。那么为什么一个小学生就会有如此心浮气躁的状态表现呢？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如果你家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外国亲戚，哪怕是并不发达的前苏联，也真的是一脸荣光。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崇洋媚外，真的现在想想是非常可笑的一副嘴脸。因为在整个80年代，中国最流行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想尽一切办法的攀上海外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看当时中国的一些内地的娱乐明星都是怎样的一个动向，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绝对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一种社会指标。当时中国最红的一些女明星，丛珊、张瑜、陈聪，她们纷纷出走国外。当时如日中天的斯琴高娃也变成了瑞士国籍，包括后来我们熟知的皇阿玛张铁林，她也是在那个时代远赴英国取得了英国国籍。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小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这些长辈们经常捧起一本地摊的八卦杂志，在那块长吁短叹，感叹这些明星啊，怎么在中国一个个红的都跟王子公主一样，非要跑到国外去刷盘子刷碗呢？甚至还有很多搞不清楚状况的人在那块编排一些不存在的娱乐八卦啊，说你看这个陈聪啊，在中国那样的纯情，怎么到了国外之后就开始拍一些各种各样的裸体写真呢？实际上那不是陈聪，那是当时来自于中国四川的另外一个影星白灵小姐。不仅仅是这些娱乐明星，还有很多在中国文化界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艺术家，也在这个时间段纷纷的出走海外。比如陈丹青先生就曾经在自己的自传里面回忆过这样一段心路历程。他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从飞机场降落打 taxi 去纽约市中心，这一路上潸然泪下，崩溃大哭。为什么？因为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美国人都过着被剥削、被压迫的生活，他忽然看到了这些繁华璀璨的街道，他感觉自己的前半生被骗了，被愚弄了。没错，这就是80年代很多人出国的第一感受。而在整个80年代选择出国的这一批人里面，有多少人当时选择留在国外，落地生根，拿下来长期身份呢？有80%之多。第二波移民，我把它称之为沿海务工和经商移民。这件事情主要发生在90年代。众所周知，到了90年代啊，中国这个沿海城市和中国的内陆城市发展可以说是非常悬殊的。所以当时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谚语，叫做北方的人想去南方，南方的人想出国。那为什么南方的人比较喜欢出国呢？因为当时在中国的北方，整个的社会结构是由3种人来组成的：公务员、工厂和农民。他们没有这样的信息管道和渠道能够走出自己的国门，而南方有着比较好的信息管道，有着比较好的经济发展以及得天独厚的沿海优势。于是乎，那个时代就诞生了一个新鲜的词汇，叫做蛇头。什么叫做蛇头呢？就是专门负责帮人偷渡跑到海外的一些人贩子。尤其在中国的广东地区，蛇头一时间啊非常的泛滥猖獗，也就是收取每个人一定的费用，把你运送到一个你没有身份的所谓发达国家。那么这些普通的中国人到了发达国家都能干什么呢？主要是打黑工、开餐馆、做杂货铺，或者是一些非常低廉的劳动力。有一个数据统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家可以去查一查，仅在90年代，福建这一个省偷渡到美国的人口就高达几十万。美国华人数量激增，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第3波移民狂潮发生在千禧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之间，我把它称为留学和技术移民的一个大时代。我们都知道，互联网时代崛起以后，中国也加入了 WTO。那么有很多条件比较尚可的家庭就喜欢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去干嘛？镀金，也就形成了中国第一批所谓的海归富二代。野鸡大学这4个字就是从那个时代诞生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学子都有实力能够考到那些所谓全世界排名前100历史的名单里的名牌大学，但是还是有很多家长认为，我们现在条件生活改变了，我们应该有实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开开眼界，也就是所谓的镀一层金。
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国外野鸡大学如雨后春笋一般的迅速崛起，主要服务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据资料统计，在这10年期间里面，中国每年的留学生从最初2000年的几万人激增到了2015年的每年5到60万学子。这些人全部都是自费出国留学的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海归开始渐渐的变得不那么的吃香，也不那么的值钱。听到这儿，可能很多在海外长大的朋友心中会有一团的问号不解，想问叔啊，你说这些海外的野鸡大学主要服务的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过来的留学生，在这儿混了一个文凭之后，回到中国其实也没啥竞争力，而且这些学校都是拿钱砸出来的，那这些家长图什么呢？我告诉你，当时他们的心理谋算是寻求海外出路，保留国内资源。就是说你能学到什么这不重要，万一你有机会留下来，拿到当地的长期身份、绿卡或者是国籍，然后家里这面生意在国内继续做着，咱们国内国外互相串联，使得自己有一个什么人生的双向选择。还有一个历史前提是什么？当时中国985、211这些名校扩招的名额也没有达到今天这么多，而且分数线非常的高，而很多中产阶级以上家庭的孩子都不好好学习，从小就是个纨绔子弟。说实话，留在国内他也本身就考不上什么好学校。出国表面上来看是给自己的人生探一探前路，实际上也是给这些学习不咋地的孩子自己留了一条后路。第4波移民高潮发生在2013年到2022年这10年之间，我管这10年的移民高潮叫做习近平的政治恐惧症。我们都知道，2013年习近平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掌握了皇上的大印，从此变成了一个终生制的领袖。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就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各种整肃风潮，不管是打着铲除异己名义的反腐倡廉也好，还是对教育界、对经济界、对文化界、对于互联网种种的管控，都让很多中国比较前端的精英人士感觉到了窒息，甚至是恐惧。于是乎，这些人敏感的嗅觉意识到时代真的变了，我必须要狡兔3窟，纷纷让自己的子女或者家眷出逃海外，转移资产。那么普通老百姓看着这些有钱人嘴巴上在那块天天爱国爱党，身体却非常诚实，让自己的家眷往海外腾挪资产，于是乎心里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恐慌。那么这种恐慌压抑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形成了井喷式的效应呢？就是疫情3年。疫情3年，在2022年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上海封城黑色4月。我本人就是在那个时间节点出逃海外的一份子。那么疫情期间跑出来的这帮中国人，他们都有哪几个类型，分别都去了哪里了呢？第一类高净值人群，他们大多数选择了投资移民，他们主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塞浦路斯、马耳他、澳洲、加拿大。第二个类型，中产阶级家庭出逃海外，也就是一窝一窝的带娃润。这些人主要去哪儿呢？加拿大、澳洲，还有我脚下的日本。第三个类型，政治难民异议人士，也就是说在疫情期间说了不该说的话，然后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各种申请政治难民、政治庇护的这批人，也就是今天你在网上看到的绝大多数反贼大 V 们。第四个类型，就是这2年比较流行的走线者。其实走线者和90年代的那批偷渡客性质非常的像，很可惜啊，美国、加拿大、澳洲现在要遣返的好像就是这批人。那么在整个习近平执掌中国的10来年时间，有多少人选择了出走国外呢？据联合国的数据统计，在这10年的时间里面，中国人出走海外的数量已经激增到了1000万的人口，创造了历史上的之最。如此长篇大论帮大家总结了几次中国大规模移民潮的历史背景，是为了让大家理清楚在不同时代中国大陆居民移民到海外的诉求是什么。现在是哪一年？2025年。许多喜欢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一提到20年代，首先想到的是北洋年间。Oh my god， 北洋年间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足足100年的时间。2025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80后在40岁以下的已经不剩下几个人了，最小的80后也马上就快40了，像我们这种老的已经奔5了。
90后已经深深地感觉到社会的压力了。00后集体的寻求躺平，关于80、90、00这3代人的故事，我在前面几期做过一期系列的节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我为什么又重新提到了这3代人？因为我出走海外之后的这些年，我的私信里面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一个问题，就是无数人发了雪片一般的长文，各种问我，叔，你看我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出国？我应该去哪个国家？你有没有靠谱的中介推荐给我？我告诉你，我没有，有我也不推荐给你。所有的中介公司，你也不要再给我写信让我接这种广告，我不会接的。为什么？因为出国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不敢，我也没有资格在这么大的事情上替别人拿主意。如果你萌生这个念头，我想反问你一句：你想出国干嘛？这个事儿你必须想清楚，你不许逃避哦。根据我对社会的观察，以及看了这么多年的私信，再结合我自己就身在海外，对于海外华人的生态的深刻理解，我把想出国的中国人大概划分出来这几种类型。第一个类型，经济幻想型，就是在国内混得不怎么好，感觉经济越来越下行，传统行业也干不下去了，大学生失业，中年人裁员，我想换个环境看看能不能让自己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您这个想法没有错，但我想反问你一个问题，你什么学历？你的学历在国外被认可吗？是你要奔赴那个国家所稀缺的人才吗？第二点，你外语水平如何？你的外语水平能不能够支撑你在本地去就业找到工作？如果你说你不想给别人打工的话，即便是自主创业的话，你的外语水平也要达到一定的层级，否则你怎么经营啊？如果你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再去学习的话，那我问你第3个问题，你的资金储备够吗？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每一个想出国的人，不管你在中国是谁，有怎样的社会地位，但是到了国外头几年，你就是无所适从。唯一能够保你平安的就是你带出来的盘缠，而那个数量是多少，你自己点一点。如果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甭说出国了，你怎么拿到签证我都画一个问号。你该不会是要走线吧？你也必须有勇气去面对一个非常残酷的问题，全世界各个国家现在经济环境都不好。如果你在中国生存都很艰难的话，那么到了国外之后，谁有义务去负责改善你的生活呢？这些老牌的发达国家自己今天都走到了社会的暮年，千疮百孔，民怨四起，他们有什么义务去解决一个外来人口的生存压力呢？除非你能给你要去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比如说疯狂的纳税，否则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清理门户运动之中，你就是被扫出国门的杂质。第2个类型，我称之为福利幻想型，就是对国外缺乏深度的认识，也缺乏长期的生活积淀，仅仅是通过互联网和一些朋友之间的讯息了解到了好像国外很多国家拥有更好的社会福利，企图到了国外以后干嘛？蹭社会福利。你难道没发现吗？北美各国，包括我们眼巴前的日韩，都在不断的增加入境的门槛，都在对各种各样的签证严格审查，拉高投资移民的金额，防的是什么？不就是防你们来蹭福利吗？更何况我说句难听话，到底有啥福利值得蹭啊？医疗？看病？坦白说，在美国你敢生病吗？你就感冒发烧，你叫一个救护车，你得花多少钱？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你在日本，在欧洲，咱别说大人看病了，你就说更加紧急的儿童生病了，请问你挂号要挂多久呢？如果周5晚上你家的小孩发烧了，这个病到底是周6日就能给你看上，还是说要等到下周1呢？你大费周折跑去挂急诊，你可以挂一个试试，真的，你挂一个试试。你看看你到了急诊处以后能开出几片药，那药吃嘴里之后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如果你的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等到晚年的时候来享受这些国家的医疗福利制度，那么你真的愿意为了那个晚年提前交上10几20年的税费吗？你但凡有蹭社会福利这个念头，就证明你也不是什么有钱人。那么在未来几十年的纳税过程之中，你能够坚持下去吗？即便你现在有这个决心，那么你拿什么坚持呢？你可能连工作都没有，
明年的签证还能不能下来都不一定，你纳哪门子税呀？第三个类型，我称之为职业发展型，就是他们本身在中国就是各个领域的比较杰出的人才，有多年的工作经验。那么这些专业技术人才，我相信通过您本身就具备的高素质以及未来您不懈的努力，肯定是能够找到工作的。但是你愿不愿意承受短期之内不可改变的一个事实，就是生活品质的集体下降。比如你在中国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律师，社会地位很高，你觉得自己也取得了不错的工作成绩，那么到了国外之后，这些等级资格证是否都要重新考取？你多久能够重新融入到这个你熟悉的老本行里面来？这个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你做好了准备没有？如果你是一个科技人才，在全球目前都处于炙手可热的地位，那么我认为你应该先找好工作，然后再收拾你的行囊。第四类，自由价值幻想型，我就是这个第四类，受不了中国压抑的社会环境和极其残酷的言论管制，被人家全网炸号了，于是乎奔赴到一个自由之地，只为了图一时的口快，追求言论自由。但是我有一个先决条件是很多人无法比拟的，就是我一辈子没结过婚，我无儿无女，也没有父母，没有家人，我从来不考虑明天，我有今生无来世，只在乎片刻的欢愉，不追求生命的长短，你能做到吗？这个心理素质你有没有？我非常实在的告诉你，这个心理素质虽然难能可贵，但是它有一个基底，是需要一定的财富来支撑的。因为敢说敢讲，敢批共产党，敢骂习近平，这在国外可不是什么才华呀。而且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喜欢听你说这些废话，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他们也不想了解。如果你认为你有一张巧舌如簧的嘴，以及非常丰厚的历史知识，可以在网上滔滔不绝地做自媒体，那么我再反问你一个问题，自媒体的生存周期是多久？我个人粗略的估算，任何一个自媒体人，不管他有多红，有多高的粉丝量，他的巅峰期最多不会超过2年的时间。第一，海外的所有网络平台，它都是以英文用户为主的，华语时事政治是小众中的小众，一共他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听这个东西。你去看看网上这些时政大 V， 包括订阅量最高的王志安，那今年的成绩又如何呢？比照他头2年的巅峰期，是不是数据有所下滑？你怎么能够完成持续经营？你不要忘了，不管你在世界哪个国家的哪个平台上去讨论中国政治，是不会有任何人给你广告赞助的，因为不敢。哪个品牌敢赞助你呀？赞助你之后，中国能饶得了他吗？他妈更在乎一个像灰尘一般大的你，还是更在乎中国的商业市场啊？那么你没有任何的广告收入，你也不能带货，你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就是普通的流量，就是普通的抖内。谁给你抖内呀？中国大陆翻墙的用户有几个人愿意天天听你骂中国呀？你骂一次他听个新鲜，你骂100次的话他都烦了，开始粉转黑了。更何况大多数的中国大陆翻墙用户他也不能够打赏你呀，因为他的支付系统不允许。那么你靠谁呢？靠台湾的朋友？那我说一个比较悲观的论调，如果人家台湾过2年政治问题解决了，政治方向尘埃落定了，岛内的撕裂与争议也平息了，人家开始不再关注这些政治问题，开始关注民生和本土的建设问题，那谁还听你逼逼叨叨说这些呢？你以为台湾的社会会永永远远的与中共为敌为恶，像巴勒斯坦以色列一样，一打仗就是40-50年来养活你一辈子，不停的给你制造这个流量话题是吗？我好心的提醒很多人，这个话题不会吃太久，这个流量红利很快就会消失。我相信很多人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了。如果这只是你的个人兴趣爱好，那当然是多多益善。我希望14亿的中国同胞都能加入到说实话的这个队伍里来。但如果你打算把它当成一门生意来养活自己，发家致富，请你现在就去点开所有反贼的频道，你看看绝大多数人那身衣服、那个打扮和后面那家徒四壁的背景，你问问他们解决了生存问题没有？我再强调一遍，书举出来的所有案例剑指的都是更多的普通人，社会的中产阶级或者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精英阶级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您的家族是那种富商巨贾的后代，或者是那些政治上的红二代、红三代，他们不需要考虑问题，这个节目不是为他们而做的。那么对于更多的普通人而言，出国首先你要研究的就是各个国家的移民政策。我们来看一看这2年各个国家的移民政策那是怎样的严苛和收紧呢？尤其对于华人是多么的不友好。首先我们看一看加拿大2025年永久居民的年度移民计划，给的是39万5千个名额，比较去年2024年的50万已经是大幅度的下调。那么同时临时居民的签证配额也在大幅度的收紧，我们指的就是普通的工作签和留学签证。2025年加拿大的临时居民签证已经缩减到了67万，并且计划在未来的2年进一步的大幅度缩减。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个移民大国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政府今年7月1号宣布，未来对于技术型移民的薪资门槛要提高 4.6%。那么澳大利亚这个国家之前提出了一个10年的移民战略计划，截止到2025年，这个计划要控制在25万人口以下，相较于之前的40万人口，那是大幅度的缩水。我们再看看大家都心驰神往的第一目标之地美国。自从今年川普上台以后，看看他推出的一系列对于移民不友好的政策，也再看看最近通过的大美丽法案。那些准备去美国但是还没有买机票的人，请你务必要搞清楚，你是真的有500万美金咔嚓就给川普政府拍在那块，花钱走干道走捷径，还是说你要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慢慢去等，慢慢去熬？如果之前在美国就有了这方面移民计划铺垫的人，叔在这里衷心祝你们最终能够达成所愿，拿下自己的绿卡或者是更永久的身份。但如果现在才刚刚启动赴美计划的人，我请你务必深思熟虑，千万不要在这样一个不友好的时代里面跑到那里去，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最后换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欧洲因为有太多国家，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再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2个邻国，日本和韩国。这俩国家我可是太熟悉都不过了。在近10年的时间里面啊，我不是说偶尔来这边玩，我不就是活在这俩国家吗？我在日本的签证是2016年就开始弄下来的，所以我在这边已经部署了10年了，就是为了狡兔3窟，给自己留一个位置，有一天有个跑的地儿。韩国我去了没有100趟，也有99趟。过去韩国那个投资移民可以拿来长期居住身份，那个位置在哪儿？我告诉你，就是你出了仁川机场，你不要上巴士，你直接上2楼，那机场2楼就是办理这个业务的。过去收费是多少钱呢？5亿韩币，它的学名叫做公共投资基金，也就是这个钱你放在韩国不要利息，5年之内不取，韩国会给你一个长期居留的身份。5年之后，你拿这个身份是否继续去申请韩国的所谓绿卡，那就另当别论，是另外一件事情。而这个门槛现在提高到了什么程度呢？变成了15亿，已经翻了3倍。我有太多韩国的朋友，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曾经就考虑过这件事情，但始终觉得说韩国这个小国好像也犯不着我们花这么多钱放在那块不取出来，有点不必要，我就先这么混着吧。结果呢，等来等去迎来了翻3倍15亿，也就是约合人民币700-800万。现在他们又没有这个钱了，你说尴尬不尴尬？更何况如果你不是中国朝鲜族的人，你到了韩国之后有什么发展空间呢？你深度旅游一下韩国，全国5000多万人，有1半人都在首尔待着，全国家里家外就那么一个大城市，其他的地方你去看一看，真的和中国的县城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愿意跑到那样一个多山的地区去躺平，那我觉得你不用去。你在中国的东北随便找个旮沓的地方躺平以后，比那儿成本还低，居住环境我认为已经到了一模一样。很多人经常往韩国跑，他就是图2样东西，一个是天天去疯狂做医美去整形，第2件事情就和我一样奔着帅哥去的，是一个纯消费者。那么普通人一到韩国你干嘛呀？你学一嘴韩语之后你有什么用武之地吗？我对韩国的了解那是不要太深刻呀，绝大多数在韩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至少有90%都回中国了，能留下来在韩国大厂工作的人凤毛麟角。韩国本来也是一个极其内卷的社会，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生活在首尔的人可比中国还要卷得多。首尔那个房价你去看一看，那真叫寸土寸金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脚下的日本。其实我在很多年前就特别想提醒中国同胞不要轻易的去办理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因为这个签证本质上它有一定的陷阱色彩。但是为什么我之前没有讲呢？因为我知道在日本的很多华人就是靠开这样的公司帮中国同胞去办理这个签证来谋取高额利润的。如果我把话说得太白，其实就动了很多人的蛋糕，大家生存都很不容易，何必要说这种话呢？那么今天为什么我要把这个签证给他说清楚呢？因为这个签证的政策上个月它改变了。日本政府规定，过去呢是500万的本金日币约等于30万人民币，你就可以在日本注册一家公司，获得这个投资经营管理签证。但是现在这个门槛拉高了，一次性拉高6倍，变成了3000万日币，也就是150万人民币。那可能很多不了解日本的人会反问我说150万人民币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多。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注册公司的本金它还不是第一道门槛，它最难的门槛是你真的要经营一个项目，而且这个项目从第2年开始必须持续盈利，而且每一家公司未来至少要雇2名的正式社员。正式社员指的是你要给人家交医保和社保，那这个成本是很高的。而且拿到投资经营管理签证的人是不能打工的，那属于非法行为。你也不能找工作，你必须自主经营。请问你要经营什么项目？大部分人只经营3个项目。第一，开移民公司，劝中国人入场继续办理这个签证，来获取中间的那个佣金。第二，劝人买民宿，也就是把日本一些老旧的房子卖给中国人，告诉中国人说，你看你买了这个房子以后把它变成民宿，不就可以盈利了吗？很不好意思，大阪府上个月已经停止了对民宿经营许可证的再发放。什么时候能够解开？对于已经注册的这些民宿要怎么样规范化的管理，不知道。总之很肯定的告诉你，越来越严苛。而且还有一点，民宿真的能盈利吗？我告诉你，真的能够完成民宿盈利的公司凤毛麟角。很多民宿1年只能营业180天，而且你要知道，日本它是有旅游季节的，并不是什么季节那个民宿都能满档满员的入住，主要集中的就是樱花季和枫叶季这2个热门的旅游季节。而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了以后，主要能够从事的工作就是干民宿，导致于说僧多粥少，大家就只能打价格战。甚至有很多民宿并没有取得法律的经营资格，就变成了黑民宿，这也是日本政府对这个行业开始整肃的根本原因之一。第3个主流的就业板块就是做旅游业，买一台阿尔法呀，做接待呀，做导游啊，做旅拍呀，去服务中国游客。且不说中国游客来日本旅行的消费也在逐年的下滑，关键的一点是，大部分从事旅游服务业的人本身在日本他也没有行业资格许可证，都是在网上接单，然后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转账。这里面就涉及一个问题，打黑工，而且涉及到严重的偷税漏税。日本政府接下来也要整治这些行业。所以经营管理签证它是一个什么性质呢？它是一个入门可能并不难，很多中产阶级家庭它都有这个实力，但是持续经营无比困难，它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所以这一次日本政府对于经营管理签证的改革，就使得很多的中产阶级家庭全部放弃了这个签证，返回了中国，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你来到日本第1年是什么好山好水，真的卫生，真的文明，日本是东方人类文明之邦，没错。第2年呢，新鲜感已经过去了，滤镜也已经摘除了，你要面对的是现实生存的问题。你的小孩要不要读书？读书了以后学什么语言？如果学日语的话，那么你整个家庭能否在日本长期留下来？日本可是个非移民国家呀。日本如果想获得永居或者是入籍，那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日本没有明确的移民政策，只能熬日子。而且不是你熬到那个日子就一定会给你长期身份的，那还得是再考核再审核，审核期长达1年的时间，很多人根本熬不到那一天，就已经卷铺盖卷回国了。过去很多人幻想，我熬到第10年的时候，我就可以获得日本的永居，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绿卡。但是日本政府最近对于永居的意见也很大，
因为很多人一旦换了永居之后，他就不开公司，也不工作了，他就可以永永远远的享受这个社会福利，然后搬回到中国去居住。那么日本现在有很多议员已经提出了这个概念，就是对日本没有纳税贡献又长期享有日本社会福利的永居者，未来也会考虑把他的永居给取消。我这句话不是吓唬大家，那些每年居住不满180天，又长期没有一个固定收入，甚至纳税问题经常断缴的人，未来你即便有永居也会被取消。所以每一个对日本有滤镜的人，在奔赴日本之前，你千万要想好了。如果你是旅游、休闲、度假、消费，我告诉你，日本那绝对是世界的天堂。但如果你打算创业经营、落地生根，我告诉你，日本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国家。你想在这个国家赚日币，那是相当困难。今天叔说了这么多现实的问题，我相信对于很多想移民的来说，这不只是一盆冰水，这简直是拿冰山直接往你头上砸。但是请你务必记住叔最后的忠告，你从一线的北上广深回到家乡的小城，这叫降维打击。而你若从中国的一线城市润到了海外的一线大都会，恕我直言，这里的繁华绝大多数人根本消费不起。如果你不再追求繁华，追求的就是一份宁静和岁月静好，从中国的一线城市润到了外国的小城，那么你要做好准备，外国的小城安静的你可能受不了，因为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真的没有任何人记得你是谁。